众所周知，美国近年来的战略中心已经转移到亚太地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围堵遏制我国。作为美国的忠实小弟日本，近年来针对我国的行为也是越来越频繁。日本首相菅义伟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中美在台海地区开战，日本将会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保卫美军的军事基地。而日本国内也有很多政客多次公然叫嚣插手台海，种种迹象都表明，日本对我国觊觎之心不死，很可能会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阻止我国完成统一大业。面对日本的叫嚣和挑衅，解放军肯定不会坐视不理。据环球时报报道，一艘中国军舰8月14号出现在对马岛西南的公海海域。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画面来看，这是一艘中国海军056型护卫舰。随之，日本海上自卫队紧急派出了春雨号驱逐舰和一架 P-1反潜巡逻机，对我护卫舰进行跟踪监视，直至护卫舰离开日本海附近海域。在外界看来，中国海军此次派遣护卫舰前往日本周边海域，就是为了警告美日等国。不仅如此，东部战区最近在台海地区举行了一场非常特别的军事演习，罕见的直接点名美台，对美台勾结的行为做出了严重的警告。对于056护卫舰突现日本海域，国人表示，日本需要学会适应，习惯就好。中日作为近邻，中国海军走向深蓝，难免要从日本附近经过，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现在一艘056就这么紧张，未来我国航空母舰、万吨大驱以及核潜艇路过时，日本岂不要吓破胆呢？不过这也不怪日本，毕竟过去中国海军给他们的印象一直都是装备落后，没有远洋能力。经过10几年发展，一下子成为吨位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一流海军，日本一下子接受不了也是很正常的。未来我们海军舰队多走出去，让他们见识一下也就习惯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和日本间的关系很复杂，中国越强大，日本心里就越没底，所以日本才会不断向美国靠拢，寄希望于美国的保护，所以才会不断在亚太地区给我国制造麻烦，跟随美国遏制我国崛起。殊不知，日本只是美国的一颗棋子，在关键时刻可以随意丢弃。美国这么多年来卖过的盟友还少吗？奉劝日本能够看清局势，不要再和美国同流合污。中国的崛起是大势所趋，统一是必然的。再这么作死，我们只能新仇旧恨一起算。届时出现在日本附近的，可能不仅仅是一艘056那么简单了。最近，美国传统政治网站国家利益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必须为有限战争做好准备》的文章。文章中按照当前国际局势状况，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发展已经接近当代美军，这意味着美军想要主导地位，就必须正面迎接来自中俄的挑战，因此美军必须为有限度战争做准备。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国五角大楼战略与军力发展部门的副助理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此人在今年2月份还多次在美国各大媒体刊登文章，向拜登喊话，要求拜登必须介入台海问题，否则美国无法在亚太重新找回影响力。可以说是个坚定的鹰派扩张主义分子。而之所以美军要全力介入台海局势，主要是能有一个牵扯中国精力的前进基地。一者，如果在其他方向爆发战争，台湾的地理位置可以让美军作为跳板，威慑中国东南；再者，美军可以在必要时刻借助台湾的位置，暗中布置远程打击力量，打击中国大陆战略纵深，或者布置导弹拦截阵地，进行先手防御。该文章认为，中俄是目前美国最有可能交锋的2个大国。在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巨大优势，刺激到了俄罗斯和中国对现代战争的认知；而在1995年的台海危机，更是刺激了中国对军事现代化的渴望。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俄罗斯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而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让中俄对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开始加速。到如今，伴随中俄两国在军事领域的投入，美国传统的军事优势不断被削弱。该专家也承认，对于美国面临的军事优势丧失，不光光来自于主要竞争对手的快速发展，更源自于美国目前的国内状况。当前美军军费预算大幅削减和受限，严重限制了对高精尖装备的研发。更糟糕的是，美国内部政治体系问题，成本大幅上升，两派政治内耗，疫情打击国内制造，这一切都加剧了对美国军事优势的削弱。该专家指出，也因为中俄的核武器存在，尤其是洲际导弹的发展，美国想要占据过往战争中的绝对优势是不可能的。在确保相互毁灭的战略前提下，美国想要在未来的竞争中赢得最终胜利，必须为有限战争做好充足准备。众所周知，印度一向自诩为世界军事强国。如果单看印度国内军事装备的话，似乎要被这一假象给蒙骗到。印度自认为的军事实力强大，是因为印度在对外军购上十分慷慨，经常购买美俄等国的先进武器。从这一点来说，印度国内根本不缺性能先进的武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就是一个军事强国，只有将核心军事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是真的强大。
对于这一点，印度也有所醒悟。印度武器制造国产化就是醒悟的表现之一，但是这一计划的执行力度却十分低下。日前，印度方面正式签署采购99台美国 F404航发合同，而这一发动机正是为印度本土制造计划之一的光辉战机所服务的。按照印度军方的意思，大批量采购美制发动机为实现光辉战机的量产创造了可能。更为具体的消息显示 ，F404发动机要到2029年才最终交付完成。从购买数量以及最终交付的时间节点来看，光辉战机的年平均产量大概在10架以上。以目前印度的军工制造水平来看，这一产量还是非常高的。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一向有着高涨民族主义情绪的印度人，这一下态度却十分悲观。之前，每当光辉战机爆出新的进展时，印度国民都会欢呼雀跃，甚至有人叫嚣中国应该感到害怕。但是这次的声音却完全不同。他们呼吁印度要学会同友好的中国合作，并表示印度不会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进步。我们知道，航空发动机素有战斗机的心脏一称，这个形象的比喻也最大程度上说明了航空发动机的重要性，同时也更加说明了自主研发航发的重要性。而印度选择从美国购买航发，也就相当于是主动接受美国的卡脖子行为。另外，这一超高的采购成本也将会压缩印度本土制造计划的预算，所以说从美国购买航发对于印度而言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中美局势紧张的当下，美军利用这一航发胁迫印度登上对抗中国战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且可能性很高。届时印度又该如何抉择呢？从这一角度来说，美国卖给印度航空发动机的目的十分不单纯，印度根本就不应该奢望美国能够帮助印度发展。从目前来看，同友好的中国合作或许才是印度真正唯一的出路。自塔利班15号宣布占领喀布尔后，多国使团、美英加军队仓皇撤退，一边是美军带着军犬从容不迫的登记，一边是冒死爬上军机起落架高空坠落的阿富汗人。喀布尔机场大逃亡的混乱和惨状震惊国际舆论。然而，才没过几天，西方的目光很快从喀布尔机场转移到中国身上。事实上，如果塔利班顺利掌权，那么他们将拥有世界级资源。在2010年，美国地质学家发现，阿富汗金、铜、锂、钴、稀土等矿产资源丰富，总估值1到3万亿美元，一直是西方注视的重点。而最近外媒开始频繁臆测，中国可能借机帮助阿塔开发当地稀土资源。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的美国联博集团新兴市场债务主管沙麦拉汉声称，世界必须监视中国一举一动，因为中国可能会开发阿富汗稀土资源。他还提到，如果中国与阿富汗塔利班联手，那就应该对中国施压。美国应该提出一项国际倡议，任何国家帮助塔利班开采矿产，都必须在严格的人道主义下进行，人权和妇女权利必须得到保护。美国用的还是熟悉的配方，人权是块砖，哪里用就往哪里搬。开采矿产和人权人道主义究竟有什么联系？这就是西方的逻辑。此外，美国财经媒体 Kurs 也注意到，塔利班已控制了世界最大的锂矿床之一。报道称，中国本身就在全球稀土市场清洁能源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本希望将其清洁能源供应链与中国剥离，对阿富汗资源寄予了厚望。现在看来，美国被打了一记重拳。很多人可能会好奇，美军连叙利亚麦子都偷，为何在阿富汗待了20年，不去大力开采阿富汗矿产呢？首先，采矿之前需要修路架桥、建发电厂、买开采设备等，而阿富汗的基础设施太落后，美国连自己国内还搞不定。其次，光有稀土矿不起作用，提纯加工才是核心，技术和成本上美国难以和中国竞争。最后，收益比较缓慢，风险还大，矿产基本是在山里，这是塔利班的势力范围，风险极大。归根结底还是强盗逻辑，自己惦记不着，还怕别人惦记着。西方没做到，中国怎么能做？除了这件事，美国还开始炒作塔利班缴获大批美制武器，担忧美国技术会落到中俄手上。美国防务新闻指出，塔利班缴获美国多款军机，中俄很容易获得这些技术。之前，阿塔代表团访华时就表示，希望中方更多参与阿和平重建进程。西方口口声声打着人权旗号，却竭力阻碍他国建设和发展，这关心的究竟是哪门子人权？